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3月26号开始在海南博鳌举行，围绕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主题，来自60多国的2000多位嘉宾展开讨论，探索商机。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旗舰报告指出，预计2024年亚洲经济增速将达4.5%左右，亚洲 GDP 规模占全球比重为49%，较2023年提高0.5个百分点。作为开年以来全国两会之后中国主办的首场重要多边主场外交活动，博鳌论坛年会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经济脉动的重要窗口。各方将如何凝聚博鳌共识，提出博鳌方案？来看看深圳卫视执新闻特派记者在海南博鳌现场发回的报道。今年的论坛以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为主题，这也是博鳌亚洲论坛连续第4年将世界列为主题词，体现出中方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决心。论坛也吸引了不少跨国企业的参与，包括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伯科、韩国 SK 集团高管都将在明天的分论坛上发言。论坛还设置了中美企业家对话会、民营企业家圆桌等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海外投资者的报名。可以看出，对于这些跨国企业而言中国仍然是一片投资的热土。博鳌亚洲论坛是全国两会之后中国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活动，也是各界关注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外界也期待中方可以在今年的论坛上传递出更加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积极声音。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设立世界经济、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国际合作4大板块，数十个议题，涵盖40多场分论坛活动，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前来参会。亚洲与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我们每一方的共同推动，携手向前，才能攻坚克难，才能更好地共创未来。26号上午举行的年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博鳌论坛秘书处发布了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4年度报告2份旗舰报告。深圳卫视注意到，报告对亚洲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报告指出，2024年仍将是全球经济动荡和分化的一年。亚洲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同时需要应对好内部挑战，但亚洲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动能仍然强劲。2024年总体经济表现值得期待。报告预计，2024年亚洲经济增速将达到4.5%左右，亚洲 GDP 规模占全球比重为49%，较2023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将做出巨大的贡献。亚洲将继续的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中国的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强大的潜力，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流砥柱。值得一提的是，本周堪称中国的发展周。24至25号在北京举行的202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吸引了110多位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及海内外知名学者参会。其中，许多参加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嘉宾都是直接从北京启程来到海南，其中也包括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他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在国际论坛上不断向外传递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心，对世界释放积极信号。中国现在融入全球化的挑战其实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如何更好的更开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签证，我们最近开放了10几个欧盟国家的签证，我觉得还可以开放更多，就我们要以更多的开放来促改革，我们要以更多的开放来促发展。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要要更多的把这个跨公司外资吸引到中国来，让他们就陷入中国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外交部此前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3月28号应邀出席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王辉耀对深圳卫视表示，他对此十分期待。那我相信在博鳌这个论坛面向亚洲、面向世界，那赵乐际的讲话会这个委员长的讲话会更有针对性释放出更加开放的信号那么来促进2024全年更加开放的发展。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意大利独立党外交及国际贸易负责人米凯莱·米拉奇向深圳卫视表示，他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期待中欧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实现经济发展的双赢。China is a supplier of intermediate goods
raw materials that Europe needs in its manufacturing process, especially in my country, Italy and Germany. An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needs some design, even some high-tech products that we do produce. So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is constructive, but it has a very high degree of complementarity. So 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continue to be positive. 自2001年创办至今，从帐篷论坛到比肩达沃斯的国际交流平台，博鳌亚洲论坛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并致力于解决国际合作，尤其是地区经济合作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在探讨这些热点问题的同时，加强国际沟通与协作成为论坛的最大共识。在这一基础上，博鳌亚洲论坛立足亚洲，但放眼世界，朋友圈也越来越大。深圳卫视多年连续获邀报道博鳌论坛，记者注意到“一带一路”在博鳌论坛也日益成为热词，其背后蕴含的商机吸引了众多与会代表积极参与研讨，共同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一全球化公共产品出谋划策。米凯莱·米拉奇对深圳卫视表示，他十分认可“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与使命，意大利政府应该继续融入“一带一路”。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s not something about Italy and China only. It's about 15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s about helping Asia, Africa, 6 billion people to develop infrastructure, bridges, energy, help those countries migrate from agriculture to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o I do want a prosperous Africa, a prosperous Asia.In the interest of my own country. So exiting the Belt and Road, it means the message that the Italian government is giving to the world is that Italy does not want to tak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80%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all of Asia, all of Africa, and this is completely stupid. 博鳌论坛今天开幕，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参会。那您是如何来看这次论坛？主持人好。今年的博鳌论坛是在全球经济被美西方的小院高墙冲击的七龙八乱，开始重新寻找合作共赢的路径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呢，年会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以便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国际社会如何切实的加强合作，共同肩负责任，共同迎接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呢继续走上和平与繁荣的轨道。从参加论坛的代表人数和分布，从采访报道的媒体记者和来源看呢，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对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都很关注。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来自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名记者参会，这个阵容呢是很庞大的，说明人们很看重这个论坛，想从中寻找世界该怎么合作的答案。如何改变世界经济增速疲软这一普遍现象？如何让变乱交织国际秩序更具有确定性？如何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如何加快全球治理来应对发展和安全方面的诸多挑战？既是论坛的主要内容，也是当下人们的重大关切。我们从今天发布的2份旗舰报告中看到，亚洲呢已经成为拥有全球近60%的人口，近40%的经济总量和超过30%的国际贸易量的地区，是世界经济的推进器。因此呢，亚洲的前景可观。联想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的信息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是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们呢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和亚洲经济今后在世界经济中的牵引作用将越来越大。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荷兰首相马克·吕特26号起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工作访问。时隔5年再访华，吕特将主要与中国领导人谈什么？荷兰工商界对吕特此访寄予厚望，又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根据荷兰政府发布的声明，吕特在访华的2天内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就双边关系、经贸关系、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局势等举行会谈。随行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范莱文则将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会谈，商讨经济合作机遇、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公平市场准入的重要性。此外，吕特和范莱文还将在北京与荷兰商界代表举行晚宴，讨论在华贸易和投资。
荷兰人民报称，这是自2019年以来吕特首度访华，不论是随行官员还是议程安排，均显示他这次访华的重点是与中方探讨经贸相关问题。中荷两国经济互补性强，荷兰是中国在欧盟内的第2大贸易伙伴。去年，中荷双边贸易额超过1170亿美元，其中中方从荷兰进口额达169亿美元，同比增长35.1%。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5月和今年2月，国务院总理李强2度与吕特通电话，在去年的通话中强调中国视荷兰为欧盟内优先合作伙伴，并呼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从荷兰这样一个与中国之间保持着高度经贸联系的国家来看呢，他看到了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等等的欧洲大国持续的与中国加强沟通协调以及高层交往。那么他作为这样的一个国家，也需要从自己的国家的角度上来深化中荷之间的那个关系，进一步的塑造中欧之间的关系。吕特首相他在任内长期对于中荷关系上面发挥着一个比较积极客观的这样作用，他也希望在这个中荷关系以及荷兰的这个外交方面呢，留下自己的一些政治遗产，塑造未来对华政策。荷兰电讯报的报道提到，荷兰工商界对吕特此访寄予厚望，认为在荷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持续敞开大门欢迎海外资本及企业，对荷兰来说是个利好消息，期望中国对荷兰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承诺进一步开放的金融、高科技和服务业领域。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底中方公布了首批试行单方面免签15天的国家名单，荷兰位列其中。4个多月来，荷兰旅客和企业代表享受中方释放的政策红利，加大频次飞赴中国旅游、经商，拉动双边贸易发展，增强人文交流。When Chinese made this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go to China without visa, I went also me to Shenzhen in January because I have the Netherlands passport, so I could go there. I was very happy. We are planning to go back to China in October. 荷兰金融日报认为，尽管荷兰政府方面并未明确提及，但阿斯麦的光刻机可能是吕特此行讨论的重中之重。路透社也援引知情人士披露，阿斯麦的许可证问题确实是会晤的议题之一。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关键设备，荷兰半导体制造巨头阿斯麦是全球最大光刻机制造商，也是唯一的极紫外光刻机供应厂商。7纳米及以下的先进芯片制成工艺需通过 EUV 实现。然而，在半导体先进设备成为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新战场的大背景下，荷兰政府和阿斯麦成为美国的主要施压对象。荷兰人民报形容，阿斯麦已成为中美芯片战争的导火索，而荷兰是这场大战中的棋子。早在2019年，当时的特朗普政府推动荷兰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售阿斯麦的顶级紫外光刻设备。去年，拜登政府又施压荷兰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从今年1月1号起，以阿斯麦产品使用了美国技术为借口，对该公司实施胁迫及长臂管辖，限制其对中国客户提供先进光刻机设备。而对于那些已经向中国出售的先进制程设备，也必须要每年更新一次许可证。业内人士认为，这实际上为美方追加后续胁迫措施大开方便之门。美国将出口管制问题工具化、武器化，干扰阿斯麦对华出口光刻机，实际上也让阿斯麦深受其害。中国是阿斯麦的全球第2大客户。根据该公司最新发布的财报，去年阿斯麦的净销售额达到276亿欧元，同比增长30%，其中中国市场占阿斯麦光刻系统销售额的29%，超过6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500亿元。外界普遍认为，阿斯麦去年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强劲需求。阿斯麦在今年初应美国政府要求取消了对中国的部分光刻机订单之后，阿斯麦首席财务官达森哀叹，2024年中国市场销售额或将受到10%至15%的影响。阿斯麦监事会主席安德森更是在接受丹麦媒体采访时无奈表示，在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方面，公司面临着有破坏性的、很不幸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美国倡议实施的限制措施可能会损害阿斯麦的研发预算。安德森还呼吁欧洲不应低估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保持战略自主。像阿斯麦公司这样的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它面对这个全球生产要素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它是更多的是希望看到一个这个开放的市场，能够把人才、资金以及技术更大限度的去汇集、综合的
来进行一个利用的这样一个态势，才能够保证他们企业层面上的最大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中国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拥有着最强大的制造业的产业链配套设施以及人才积累，那么与中国之间的这个紧密合作，无疑是符合这阿斯麦的利益。荷兰光刻机巨头的忧虑也一定程度影响了荷兰政府的表态。荷兰经济事务大臣阿德里安森斯本月初曾表示，尽管有压力要求欧洲更紧密地配合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但他主张对此采取审慎态度，三思此类政策可能造成的更广泛的影响。阿德里安森斯强调，作为一个贸易小国，荷兰在自由贸易上面临压力和更多挑战，但该国在关键技术上仍寻求全球合作而非孤立。他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为一己私利会这么做，但我们需要世界。荷兰未必会支持进一步限制或技术孤立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阿德里安森斯称荷兰是贸易小国，实属自谦之词。实际上，荷兰鹿特丹港是欧洲第1大港以及全球第12大港口，而2015年开出的首班中欧班列就是以鹿特丹港为终点，显示了中国与荷兰之间在贸易及物流上的广阔合作空间。外界注意到，近期欧洲政要密集安排访华行程。在荷兰首相访华的3天前，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马斯库索德尔率团访华，同样是为了加强经济合作和对话。巴州是德国经济实力最强的联邦州之一。索德尔称，这次为期1周的访华行程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路透社指出，索德尔此行可被视作为德国总理舒尔茨下个月访华之旅打前哨。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披露，舒尔茨将于4月15号至16号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目前正在拟定一份对随行感兴趣的企业名单，并将提交给总理府做最终决定。外界注意到，舒尔茨上一次访华是在2022年11月，他也是中方在20大后接待的首位西方政要，凸显了中方对德国关系的重视。当时备受关注的是，舒尔茨率领了一个堪称豪华的企业代表团，成员包括大众汽车、巴斯夫、西门子、拜耳集团在内的商业巨头。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舒尔茨那次特种宾式访华只在北京停留了11个小时，但随团的商业巨头却在中国待了较长时间，大多都出席了当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积极与中国客户对接，并签署了不少大单。德国媒体称，舒尔茨此次访华背景与上次略微不同，这是德国政府出台中国战略，强调中国同时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后，德国总理首次访问中国。然而，对于广大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仍是他们极度看重的投资经商宝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援引德国央行的新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增 4.3%， 创下119亿欧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其中，德国企业于2021到2023年3年间的对华投资规模与2015到2020年6年间的规模大致相当。德国媒体认为，这显示欧洲所谓去风险政策的失败。中国无论是它的这个产能水平、市场规模还是这种消费能力，对于欧洲企业的持续的那个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这个提振。在这个过程中呢，只有去更加积极开放的去拥抱中国，去反对经贸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化的干扰，才是符合无论是欧洲的这个经济复苏，还是中欧在经贸以及全面关系上的相向而行。深圳卫视注意到，前2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就吸引了不少德国企业掌门人参加，他们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对中国的新发展将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怀有强烈期待。We love our Chinese customers. We are pretty much working with every Chinese OEM and with every customer in China. It's a great work because they're fast, they're challenging, they do great technology. 外交部宣布，荷兰首相吕特今明2天到中国展开工作访问。那您认为他此行要谈什么呢？会谈到芯片技术和服务吗？按照荷兰政府发布的新闻稿，首相吕特到北京将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经济关系。可能会向中方解释荷兰的半导体芯片出口政策问题，讨论中东问题。很显然芯片技术和服务将是讨论的重点。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政府今年开始不允许世界最大的芯片设备供应商阿斯麦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光刻机和相应的服务。荷兰政府该如何向中国解释呢？这是一个难题。一方面荷兰阿斯麦已经向中国出口了一些光刻机，
制造相对低端的芯片。那么这部分设备的售后服务该怎么做？要不要做？该如何向中国的用户交代？另一方面，如果失去中国市场，阿斯麦的前途又在哪里？荷兰政府怎么向本国的企业交代？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阿斯麦向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了价值超过60亿欧元的设备。中国呢，成了阿斯麦的第2大市场。但据说呀，如果限制对华出口备用配件，这光刻机呢，用上几周以后就没法用了。那么阿斯麦公司该如何向中国用户负责？荷兰政府又该怎么做呢？难道是为了执行美国政府的命令，荷兰要葬送本国企业的市场吗？荷兰政府呢，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并且希望中国扩大市场准入。但是你不能总给一些落后设备而限制先进的光刻机出口吧？这些呢都是很具体、很紧迫的问题。估计呢，他访问中国就是来谈这些问题的。不过我个人判断啊，吕特首相呢在光刻机出口问题上不会有大的改变，最多呢就是要阿斯麦做好已经卖到中国的设备的售后服务。而对于先进的光刻机出口限制，荷兰呢还是可能听美国的话。26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解禁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向第三国出口，并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运作指南。这一决定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尤其是为更多武器装备出口并激发军工产业潜力做好了铺垫。这对亚太乃至全球安全格局将带来长远影响。中方也对日本的最新动向表达了严重关切。我が国の安全保障環境にふさわしい戦闘機の実現を目指して、英国およびイタリアとの協議をしっかりと進めてまいります。对于该战机向第三国出口，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严格的决定程序，继续坚持作为和平国家的基本理念。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为避免助长国际争端，一直对武器出口采取限制，但继去年12月解禁获得外国企业许可进行制造的授权生产品的出口后，此次又进一步放宽规则，解禁出口杀伤能力强的战机。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认为，这次日本内阁新决议和修改运用指南，事实上突破了日本战后70多年来禁止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瓶颈，也为今后日本军舰、潜艇等先进的军事装备直接出口第三国打开方便之门，可以挖掘日本军工产业的潜能，刺激提升日本先进的军事装备制造的能力和它的研发能力，为日本强军扩军以及5年军费实现翻一番，增加财源。2022年12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政府宣布将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定名为全球空中作战计划。报道称 ，GCAP 将把由英国主导的暴风战斗机项目与日本的 FX 战斗机项目结合起来，研制第6代战斗机。去年12月，3国签署了关于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协议，计划在2025年启动开发阶段，力争到2035年开始部署。日本计划在2035年部署100架该新型战机，以接替计划于同年开始退役的老化 F2 战机。英国和意大利则将用这款新型战斗机取代现役的台风战斗机。值得一提的是，日英意3国联合研制面临的问题是跨代开发，简言之，都是在未成功研制5代机的情况下，直接进入6代机开发项目。但在联合开发6代机消息传出之前，3国都曾分别进行大量相关研究。其中，英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展示6代机全尺寸模型的国家，其项目名称为暴风。英国方面声称采用了诸多开创性新技术，比如以全虚拟技术座舱取代传统座舱显示器，战斗态势感知能力与人机交互程度达到惊人水准。日本进行的6代机项目名为 FX， 而在此之前，日本还推出过 X2 星神项目，但最终因为技术等问题未能继续下去。有分析指，若是日英意能跨代开发出6代机，这不仅意味着其技术水平赶超美国，甚至还拥有了未来空战的规则制定权。据悉，3国联合研制项目的具体分工是：机身与系统总体研制由日本30重工、英国 BAE 系统公司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负责；发动机由日本石川岛波摩重工、英国罗罗公司、意大利 AVIO 公司负责；电子设备则由日本30电机、意大利莱昂纳多本部及其在英分公司负责。本月23号，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在防卫大学毕业典礼上作出训示，称日本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将成为全球安全稳定的基础。这次日英意3国联合开发，也是日本首次
与盟友美国以外的伙伴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机。那么这个对于构建长期存量性、具有稳定固化结构的军事联盟，同样具有重要的突破性。去年12月，三国同意设立负责与企业方面合作以及出口管理的三边组织，总部将设在英国，首任一把手预计将由日本人出任。但据日媒早前报道，和平宪法不允许日本向共同开发国以外的对象出售新型战机，会使该项目变得复杂，所以日本政府一直争取通过执政党的工作磋商来解禁，但公民党坚持谨慎态度。直到本月15号，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民党高层举行会谈，就允许将日本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出口至第三国一事达成一致。核心就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作指南，即出口对象仅限下一代战机，且出口对象国必须与日本签订过防卫装备出口相关协议，以及不向正在交战的国家出口。日本目前已与美国、印度、菲律宾、阿联酋等15个国家缔结上述协定，此外还在与多方谈判，能出口的国家或将增加。但据日本朝日新闻16号报道，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强调的叫停机制的有效性仍令人生疑，特别是为了防止出口装备加剧冲突，规定不得向正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出口这一条。报道分析认为，即便出口之时对象国没有发生战争，但是如果不久后爆发了战争，那就可能出现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使用了从日本进口的战机这种情况。事实上，英国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形，其出口沙特的武器装备后被用于也门内战。日媒就质疑，目前日本武器出口审批程序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国会全程没有参与，仅由政府和执政党密室政治就能做出决策。而在毛峰看来，这样的安排看似设置了诸多限定条件，但是仍然为扩大其他武器装备出口创造了先例，是日本政府小步快跑、逐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尝试。那么根据有关官员的解释，对每个出口个案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通过内阁审议 case by case 来应对，因此不仅在直接出口上会有进展，而且在其他像军舰、潜艇等军事装备出口上也有可能有所突破。2023年以来，日本防卫力量建设呈现对安全威胁评估更加激进、武器装备出口政策加速调整，以及防卫政策更加突出进攻性等特点，表明日本防卫战略正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在此背景下，日本防卫省发布的《防卫技术指南2023》提出日本防卫技术的发展重点，涉及无人化、自动化、新作战平台、新能源、新材料、高性能计算、网络空间防御等12个领域，着重强调脑机融合技术、远程机器人的分身控制技术等35项关键技术。本月21号，当时正在访日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就透露，4月的美日领导人会谈预计将磋商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在机器人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坎贝尔期待称，在安全保障和技术方面有日本能发挥较大能力的领域。针对具体领域，坎贝尔还提到了网络和反潜战相关合作。说奥库斯在这个核潜艇领域的合作本身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这个海域，就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日本呢，恰恰又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事国。日本积极介入奥库斯，尽管不是在核领域、核潜艇领域的合作，那么在其他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毫无疑问也会渗透到这个军事，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安全或者说秩序的稳定。分析指出，日本强化对外军事技术合作以及对武器出口寄予厚望，是希望借此维持军工产业基础。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动对外军售和军援的背景下，日本大型军工企业纷纷上调业绩预期。三菱重工预计，到2026财年，其防务部门销售收入将从目前的5000亿日元翻倍至1万亿日元。川崎重工则计划到2030财年，将防务部门销售收入从目前的2400亿日元增加到5000至7000亿日元。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尽管日本军工产业还将面临着产供链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装备造价能否如愿降低等问题，但日本不断释放军工产业的潜能，从长期看仍将给地区局势乃至全球安全格局带来不确定性。我们应该还是要关注到，就是日本在这个军工出口的这个大跃进，应该是一个中长期来看应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所以包括和平宪法也好，包括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势力也好，其实目前来看只是一层窗户纸啊。
恐怕是难以遏制日本在这个武器出口或者说军事安全领域的这一系列的突破。对于岸田政府不断在军事领域突破限制，日本舆论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批判。日本每日新闻16号刊发的社论就指出，出口具备强大杀伤力的战斗机可能会加剧国际冲突，是涉嫌违宪的问题。仅仅照顾到经济利益就随意更改规则，实在是本末倒置。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地位正在受到质疑，不应该渐进式突破以往的原则。26号上午，大约80名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首相官邸前集会，抗议岸田内阁解禁对第三国出口战机的决定。当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对日本政府的最新举措回应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谋求突破性的军力发展，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安全关切，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联合国安理会25号通过决议，要求斋月期间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这是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安理会首次有停火决议获得通过。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唯一一张弃权票是美国投的。以色列对美国强烈不满，称是美国的外交背叛，并取消派高层代表团访美的计划。美国罕见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维护以色列利益，是否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正在转向？而以色列会否遵守安理会决议，配合停火？来看看分析。据联合国官网介绍，要求加沙停火的第2728号决议由安理会全部10个非常任理事国联合提出。分析指出，这样的安排对此前一再偏袒以色列的美国构成极大压力。3月25号的投票也显示，参与投票的所有15个国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而拥有1票否决权的美国则投下唯一一张弃权票。决议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停火，最终实现可持续停火，还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以及移除提供大规模人道援助的障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上再次阐明了中方支持立即无条件停火的一贯立场。当前的草案态度鲜明，方向明确，要求立即停火。前一份草案却拐弯抹角，含混其辞。当前的草案要求无条件停火，我们要求当事方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根据决议要求采取应有行动。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4天前的3月22号，美国提出一份关于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被俄罗斯、中国和安理会唯一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3国否决。阿尔及利亚代表指出，美方在草案中大玩文字游戏。张军当时在解释性发言环节中指出，美方提出的草案几经修改，但在最核心的停火问题上始终回避躲闪，含糊其辞。最终案文没有要求立即停火，同国际社会期待存在巨大落差。中方因此反对，要求立即停火。值得注意的是，第2728号决议是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一份相关决议。此前，美国曾4次在停火问题上实行1票否决，多次阻挠安理会通过巴以问题相关决议草案。外界注意到，为了减少对以色列的刺激，美方代表在投票后宣称，美国投下弃权票的原因是这份决议不具备约束力。他还宣称，由于决议没有谴责哈马斯，因此美方也不能支持这份决议。We fully support some of the critical objectives in this non-binding resolution, and we believe it was important for the Council to speak out and make clear that our any ceasefire must come with the release of all hostages. 以色列立即对坚定盟友美国表达强烈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发表声明，批评美国未运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通过该决议，显示美国立场明显倒退，损害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他还宣布取消原定派代表团本周访美的行程。
深圳卫视注意到，以色列驻华使馆还在公众号发布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声明的中文版，强调美国在联合国背弃了他的政策，对美方没有否决第2728号决议表示遗憾。美国白宫对以色列政府决定取消高级别代表团访美行程表示极度失望，认为以方反应过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宣称，美方立场没有变化，认为向拉法展开地面进攻是严重错误的。他还表示，美国高层官员仍然会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会面，讨论以军在拉法的行动方案等问题。据悉，3月16号，以色列内阁已经批准了对拉法的作战计划。这一次的最大看点呢，其实就是美国的态度。那美国的态度呢，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我觉得其实他关心的主要还是一个主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说，本来啊，你看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呢，很像是大哥和这个小弟的关系啊。但是呢，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是越来越不把这个美国呢放在眼里。美国也担心呢，说未来是不是说这个打下了拉法之后，那么在这个战后的这个安排当中，是不是这个美国呢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呢，所以美国现在呢就是想要警告内塔尼亚胡一下，到底谁才有着真正的领导权。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兰特此访美国还带来一份以军的武器愿望清单，并施压美国加快提供武器，以确保以色列继续在中东保持军事优势。在第2728号决议通过后，加兰特表达了不满，并宣称战争将继续。以色列呢，他希望美国呢能够当然像以前一样继续的给他提供上这个金钱上的呀、武器装备上的呀，还有就是情报上的这个支援，那么以便他在这个战场上能够这个更加的这个顺利。以色列呢还希望美国呢能够比如说更多的去加大力度安抚这个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比如说埃及呀等等同时呢就是也是威慑吧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不要对以色列接下来的行动呢起到更多的这个阻碍作用。哈马斯对2728号决议表示欢迎，强调愿意立即进行被扣押人员的交换。哈马斯还呼吁保障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同时确保人道主义救援能够送达加沙所有地区的民众。此前，以军要求加沙城的巴勒斯坦难民向中部迁移。与此同时，斋月停火也出现了一定的转圜迹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前一天，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同意美方提议，考虑释放约700名巴勒斯坦在押人员，以换取哈马斯释放约40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方人员，并称正在等待哈马斯的回应。但外界认为，在第2728号决议通过后，此事的前景陷入了不明朗，以色列会否反悔成了未知数。巴以冲突的焦点仍在拉法，目前这座原本约30万人口的小城涌入大量难民，总人数超过150万。一旦以军开展地面攻击，将引发大量伤亡。值得注意的是，反对以军进攻拉法成为美国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与内塔尼亚胡私交甚笃的特朗普25号也警告称，本轮巴以冲突持续正在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声誉。他喊话以色列政府尽快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这种施压的效果会体现在哪方面呢？比如说，我觉得2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说未来假如说以色列要发动新的进攻计划，可能还是至少在表面上吧，要做出更多的对这个平民就是减少平民伤亡的这些努力，那么来给国际社会一个所谓的交代吧。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这种妥协呢，有可能会体现在这个战后的安排上，而这也是美国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如何能够让美国呢从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同时呢，如何协调阿拉伯各国呢在这个战后安排上的这个声音。